去尝试。对，来吧，第2局，蓝色方 AG， 红色方 KSG。久违的拜访选蓝啊，关羽。 鲁班大师看第2班给不给盾山 ？KS 这边 ，KSG 理论上来讲，在他赢一局的情况下，他如果要今天的大帅看到了啊，其实大帅的这个剃头啊也是一个玄学吧，就是之前说嘛，都不剃一下对我们都不是很踏实，但是很少见到这么早啊。哦，放了，空口2搬掉，放盾山，那肯定要1抢。盾山直接拿 ，AG 在之前的比赛里其实拿到盾山的。 次数也不算 ，KSG 是有夺减的，对。但曹操要不要先拿？要拆吗？其实拆是拆不完的。直接苏烈，苏烈加吃叉，这怎么看都是个发育路。因为 AG 上一把曹操用过了，现在好配的就司空震和艾琳，还有吃叉、孙尚香这几个。对，先把横的吃叉给拆掉，自己拿一下。 艾琳要不要拿？艾琳，沈梦溪拿强势点，这样的话看 KSG 上面考不考虑出火舞啊？太可怜了吧！能打能或者大司命，阵容很暴力啊，值得深入查一点。有了，直接火舞，把对抗强度拉上来。 因为本来苏烈加吃叉就是突脸的，不需要保的，对，再加上一个克沈梦溪的火舞，这前面 KSC 3楼还是奔着打架去的。而且吃叉拿出来，它就是发育路的性价比最高。对，而且还可以摇，大司命搬掉。AG 最好得拆一手蒙恬，哦，搬进也行。就 KSC 如果来一手蒙恬加野合的话，伤害也很爆炸。 哦，自己搬，自己拆，因为两边的上野都还没出，而且他是个火舞，对，娜可露露，那两边后续墙边的话有狂铁，而且关羽是被搬了的，如果没搬的话 ，KSG 4楼可以先拿，影，就切入型的，达摩，这个是针对搬啊，圆坦。 也这个正常，撑强度，正常选。那个达摩搬的时候有点没想到的。是的，这个是双拳徒手拆机甲似的。这个应该是训练赛里面可能遇到过，好像之前看到过，左一拳右一拳的。狂铁加夏侯，强度很高啊。但出吕布的话就没人带线。吕布还是来。 让吃叉去带，不是没办法，就是这两个英雄放在这里，就是你很难不出，你有本事拿吕布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对。但其实说实话，锁了，就是 AG 这个阵容里也没有那种绝对意义上的带线。狂铁去带的话，狂铁能带，狂铁带线主要是靠自己的强度在前中期带线。对。明显能看出来 ，AG 在今天的 BO7，他们着重。 布局了前期，再拿一些偏前期强的阵容，它提高了一些对抗性。对，包括今天的拜访选边的位置，包括英雄选择上，全面在体现这个点。但这东西到局内的展现，目前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，就还很难去适应这个前期打架的节奏。我觉得还是得打出来。对，线的事儿都放到一边，因为你真说带线 ，KSG 这里虽然他也没有带线兵，但是他其实火舞跟吃叉一定程度都能去稍微处理一下。主要 KSG 这把阵容也很厉害。 苏烈、吃叉、火舞、圆坦、吕布全是进场的英雄，没人需要保。而且 KSC 这把是很乐意跟 AG 打架的，就是短兵相接。对，就硬碰硬，谁输了，谁就野区就要被禁了。就是明显今天 AG 在提高自己的对抗性 ，KSG 更在提。KSG 在我觉得之前那么多比赛之后，他现在也坚定了把自己的速度拉快的这种决心。对。 就把强度和开团进行彻底。哇，这把阵容，火星撞地球，确实这个是我们在目前败者看到比赛里该有的氛围，得有这种对抗的决心，就是得你死我活。对。还有5秒到。来吧，双方到底谁能拿下第2局比赛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蓝色方成都演唱会，红色方 KSG。
看一下 AG 打了换线，就如果正常对的话，可能就下路是一个优势，但换线的话，其实如果在下路狂铁和叱咤 EV 的话，有2路线游。对，但下路的红隼应该是被 KSG 控到了，这个红是没惩的，所以说不敢第一时间去打。 直接动手啊！流浪非常的果决，但这波交完闪之后，自己的位置有点危险，但队友第一时间过来帮忙救了出来，就是2个闪现的代价，不想让中义去拿这个红，但好在中义第一时间是停手了。啊，这果断的可怕。对他一想一技能踢起来之后，正好打到红 buff 之后，再配合上苏烈的伤害去把这个红抢了。对，中义也有经验。对，两边都在博弈啊，但凡 A 那一下，可能红就没了。是的。 都在帮提速，等到两边都4级之后，团战就要开始了。看河道视野是谁的。给到中义的第一视角。可这把感觉进攻压力，你说有没有？感觉还是有一点。可这时候吕布放在这儿吧，就 AG 还是尽可能要前进去拿优势，真有点吓人。对。 因为 KSG 这种是拖得起的，有叱咤和吕布。他这个打到后期2个人一股脑往里一涌，你真的有点顶不住。他的阵容曲线是直线上升的一个趋势，不带下滑的。拍手。4分钟的龙，两边应该都要去碰一下。这把就完全反过来，上一把的 KSG 是双边拖着中野辅来打。 这把是中野辅撑强度，双边来 C。是的。AG 这里的话，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一诺跟大帅这2个点，他们能打出什么样的配合？尽可能如果没有线差的情况下，要把这个线卡一卡，然后把这种小资源拿一拿，打开经济差。长生、中义跟武将3个点，更多的还是前中期跟撑节奏的强度。 这放到后面的话，有个吕布在，他们2个也顶不太住。但中路的位置伤害打得非常凶，下路也在追着打，冯瑶这里有点顶不住。但这个位置一整套过来之后，一血还是被流浪拿到。应该是前面2v2碰撞了一波，但是 KS 这边支援的更快，不太好碰的，是不太好碰的，因为前面讲了两边的情况不同，就是 AG 这个阵容还是上半区可能说对抗更猛一点，下半区更多是线上能力。 但是 KSG 的对抗全集中在中野辅，主要这波盾山是连体的，他不在中，踢盾山带回来，大招拆火能留吗？感觉伤害一技能够啊，再跟上来流浪再拿一个，而且红 buff A 的顶回来，再给一剑跟上2连击破，不是我说已经3个头了，3分半的时间 KSG 3-0的开局，流浪现在非常兴奋，能明显的感觉出来他在场上的竞技状态太火热了。 一个超前发育的火舞，他人应该是非常亢奋的那种状态。就前面那波中义阵亡，是因为盾山第一时间在打对线，就导致 AG 的中也不能打得那么的强势。因为我们前面聊到那个点，你在打对线，你是上中野强，但是他是中野辅强。对，你打中轴对抗，在苏烈在的情况下，你打不过的。就 KSC 人肯定是比你多的。对的，这已经来到了第2波，这里粘住，硬吃一套，顶2技能，然后接绑接超，3个人头全给到了火舞。 如果让 KSC 这把还拿到前期这么大优势的话，其实后期 AG 也很难打。哦呦，这里一整套拍3个顶，还活了下来，丝血拉走，全场的1号位火舞锁一下，但是这个其实会让句号他们也会受益，因为流浪他本身是个火舞。 他前期不用再吃太多线的情况下，拿到3个人头的这个大补啊，他能去多做很多事情。对他伤害就提升太多了。而且这把他在明显在他这么亢奋的状态下，他搞事情能力很强，几乎就有闪就直接开。这波 KSC 是爆了一波半区的50，那要推这个下1了，不想让你盾山加艾琳过得这么舒服。那 AG 要思考一下了，他们现在压力又来了，就这个阵容现在明显。 要稍微避一下锋芒，但是你拖后期好像又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。AG 现在得抓这种人多打人少的机会，就得果断打。对。但能看出来 KSG 这把前期是不太会给你机会的，就人到齐了再打，人不到齐不给你开的机会。是的。有一部沉浸式法语0-0-0。叱咤顶着2塔把线断掉。 再反个小野，转上半图了。
这波艾琳是漏水的，所以说 KSG 要去压一波。好凶啊！知道你第一时间艾琳不在，但塔不太好推，毕竟是一个发育度的迟差。但现在来中的话 ，AG 得小心。KSG 这种开团是更暴力的。而你得忌惮一下这个3头火舞。对。而且圆坦的红莲已经做出来了，强度很高。是的。河道视野一旦被 KSG 牢牢站住的话 ，AG 这个中路站不了了。加上这个下一塔被破得太早了，所以说盾神加艾琳不敢大胆的去吃线，线上，所以现在线上打不出什么优势，只能被迫的来中。想逼中一 ，KSG 得协防。看下一波谁能够率先中路来5个人去强行开一波，可能是破局点。那 KSG 我觉得不会这么干，他只要确他虽然保火舞的中一塔不被推掉的情况下，火舞带边就行了。对他虽然说他前面拿到优势了，但其实 KSG 他不需要说我非要孤注一掷5个人跟你拼命，对，他拖得起啊。看一下句号的圆坦啊，全场的1号位经济5000，一整套131，就确保每波吕布都有线能够吃到。中路位置就是打得很稳，很收。就 KSG 是很乐意拖的，但是 AG 不太能接受。10分钟前一定要打一波。如果按照这个节奏发育下去的话 ，KSG 10分钟还是优势。那如果按照这个节奏发育下去，他的盾山体系唯一的作用就是团战成为了一个怎么说呢？保护。而且一旦盾山和艾琳合体，很容易被开。苏烈、火舞、吕布都在盯他。顶回来一个盾山，而且能拆火，火舞跟踢上2个接圆坦接吕布，再接进来一个吃叉，控的完全动不了。还是那个问题，一诺在拿红啊！这波2个人去挤这个中左 ，KSG 还是5个人正面。而你看到了，这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点，就是这个是在后续团战里的缩影，就是你会发现，你的机甲被控在那个1平方厘米到2平方厘米的那个地方动不了。又开顶回来，再跟超杀技能往上打一套，往前挤位置，圆坦现在非常顶，往下一步，但自己的血量稍微有点低，但有人能给斩杀线吗？差一点跟进来，刚刚好，但这波中一塔可能要给了，而且另一边的流浪又杀了进去，直奔一诺，还是 KSG 更赚，毕竟破了 AG 的中一。也缺，就每一波 KSG 他准备好来跟你接，但是 AG 是没有准备好的。KSG 打的时候永远是4到5个人 ，AG 永远是2到3个人。这个状态不对劲，对呀，不对劲。这个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感觉。他们阵容虽然说已经做强，但是场面上的5个人没有那种有种一口有很点默契的这种沟通。难道真的是一口气泄了？这个总有一种感觉就是特别陌生。对，这其实不应该出现在 AG 这个队伍身上，因为他们在之前哪怕不碰着，他们最擅长的就是3人过线，起码对3个人就一起走。安全合理的避战，或对者说骗掉你的技能之后来让你不敢开团的合理避战都有。但是像这种直接就被开成这样的，其实感觉还是有点不适9应。分钟的时间被 KSG 这个阵容拿到了6个击杀，这是我们在 AG 身上不太好想象到的。对就 KSG 的阵容虽然进攻性很强，但一般来讲 AG 前期避战会避得非常漂亮。对，就 AG 应该出现那种5v5的对抗，如果输了，这是能接受的。对每波都这个是少人被 KSG 抓住了。这个不是他们身上平时能看到的画面。再次进红，第一颗雷，这里要非常小心才行。侧面的大帅跟一诺在不停的调整位置。红 buff 是被吃叉拿到了问，题来了，接下来10分钟的这条暴君，不好争，但是好换吗？也不太好换。KSG 应该要等一下火舞的闪现但是你，不好抢啊，关键是中一如果走过来抢，他是个夏侯啊。你走过来抢，先不谈抢不抢得到，你可不好出去。 KSG 是肯定要逼团的。是的，你过来他可能直接会开你的这种路口砸2段，再顶跟过去找到了长生，再接2个控。圆坦、苏烈、这吕布拍起了4个人，但这里伤害够不够？吃叉跟进来伤害补的非常全，狂点人看到这边好像没有太多的伤害，再压位置还在输出，再往里拍一手，但只拍到了风萧1个人。这波后续反手团打得还挺漂亮的，伤害给的很漂亮，互相的拆火和接应做得很好，但是流浪在蹲，这波控拍的也很漂亮，但一诺这个位置朋友队又找到了机会，抓到一个，再往里走，这是个契机吗？
圆弹倒的情况下 ，AG 可以摸龙，但这个蓝 buff 被流浪的一扇子抢到了。那这波好起来了，主要是前面第一波其实吸收了很多的集火，然后那波反给控拍的非常漂亮，对，在渲染进场的时候顶住了。大招给拆火，龙被中医拿下。尝试性的想抢一下这个位置的话，你敢来我就敢打，再扫一下，奔着吕布去，想帮忙拆火的刘星自己交了进去。这个时候流浪再进来，有点一个一个给的意思啊。有点着急了，本来就少人的情况下，而且 AG 拿下了暗影暴君的 buff， 要顶着硬开。这波是前面那个踩油门的劲儿还没收住，对，有点错误了，低估了 AG 的伤害。这样2波啊，局面就不对劲了。一下全回来了。是的，就在前10人中 ，KSG 他们5个人处理都很好。龙团有点上头，没耐心啊。对，第一波打上去其实就可以撤了。就是进攻性拉得太满，是的，停不下来了。太想打了，反推中高，应该能拆。这样其实经济反超3000，而且吕布装备现在应该破军应该还没出来。对，现在就又到了 KSG 接下来他们的防守环节了。哦，破军出来了，他是第2件直接破军，直接补的输出。这把就是典型的，就是油门踩到油箱，一脚把油门踩到油箱里去了，就是你踩到底了，太猛了，你知道吗？控制不住了，太想把这个优势给扩大了，收不回来。但是毕竟 AG 的底蕴还是在，没有做到那个，就是有点没有做到进退有度，是的，稍微有点没有收放自如。就 AG 是太擅长这种防守反击了，你的第一波技能那2波是没打完，不是第2波是机会给的有点多，有点明显。这波一个一个进去太亏了。大招霸体解控，再压进来，艾琳消耗，这边伤害稍微有点吃不住了。沈梦溪的伤害跟上，闪现调位置，大帅带着一诺往里追，再补伤害，长生在追着打，终于压住位置。但这样的话，流浪好像是被孤立卡在了2塔的范围里，没闪的火舞，只能边拉边退了。他在侧面是掩护队友的，但自己的位置现在变得非常尴尬。这样的话，队友只能用他的拖时间，尽可能的去补点发育，而且得让狂铁去扛第一波伤害，拉回来。继续拖，这波其实撑了很久啊，但事已至此，放了他更难受。另外一边对上艾琳合体，这样的话上完火舞之后可以开暗影主宰，下路线不用管。还是没收住，第一时间其实已经撤得很不错，但是 AG 直接把身位挤在了2塔和高地中间，把流浪卡住了。对，那位置是走不了的。龙放下路继续推进。KSC 这个阵容逆风的话，得5个人找机会都在有闪的情况下开一波，只有这种翻盘的方式。上高直接放掉，看一下婉星的位置哦，已经在绕了，而且做的是奔狼，但是好像被发现了，已经在找了，一个草一个草的探，很敏锐，慢慢找。哎，发现了，这样回来可以先包苏烈，回包，但是正面的 KSG 怎么选择？要卖吗？看这个动作，不想卖，想接，自己手里被动被打了出来，但是过来接队友发现围过来你已经没了，那还是算了吧。因为小地图上苏烈好久没露视野了。亚历山位置，流星的状态被打低了，吕布状态一旦苍穹逼出来，还是接不住这个团战，很有可能这波要出大问题。这波AG应该是想尝试去一波的，风萧。在卡这个农民的仇恨。是的，但 AG 的选择是你要卡就给你卡，我打另一边。然后句号用自己的身位在卡龙，卡完之后自己开始反甲进来，顶不住，吕布只能被迫再跳起来，但是又被后面的射辅拉开了距离。然后这风萧进来还是摸不到，一个一个进来，一个一个被放风筝，一个一个被掉。龙兵已经进到了水晶里面，进到了水晶，扳回1分，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玩会，这一分很险啊，龙团的转折，但这一分价值千金，非常宝贵，这一分。